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白，欢迎今天来到我的频道啊。刚刚看了那个基诺里维斯的那个《极速追杀4》嘛，那这个杀手的异次元规模就非常浩大，而让我联想到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杀手组织，也可以说是恐怖主义的祖师爷，就是阿萨辛派。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就围绕着这个神秘的组织展开。阿萨辛派呢，是在中世纪活跃于阿富汗和叙利亚山区的一个伊斯兰教当中的一个异端教派。由它所演变成的阿萨辛教团啊，就是一个秘密的暗杀组织。那英文单词中的刺客 assassin 就是由这个组织的名称而演变过来的。在碧玉游戏公司的蒙特利尔工作室有一个著名的游戏，就叫《刺客信条》，就是根据这个组织为背景专门制作的。那为了看起来很帅，对吧？还给游戏的人物啊配上了专门的刺客服。但是放在现实当中，在历史上那个阿萨辛杀手啊，那武艺高超那是肯定的。但是除了武艺高超之外，另外也很重要，那就在后期啊，大量的就从事卧底的工作了，就特别讲究隐蔽，一般呢都是很低调的，潜伏在各个政府当中，形象远没有后人所设计的那么炫酷和霸气。在11世纪的50年代，哈萨辛的创始人叫做哈桑伊本萨巴赫，他呢出生于波斯的西北，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分支的一个家族里面。在17岁的那年呢，哈桑又改宗了，就改信其他的教派了，也是改信到什叶派的另外一支分支。这个分支呢就叫做伊斯玛仪派，同时呢就前往了该教派的大本营开罗啊去深造。那几年以后啊，哈桑就回到了波斯，传播了伊斯玛仪派的那个教义，很快呢就发展了一批信徒。这呢就引起了当时统治波斯的塞尔柱帝国的官员的注意，他们呢就派人缉拿哈桑，迫使哈桑呢就逃亡到了北部的山区。因为塞尔柱帝国的官方信仰是伊斯兰教的逊尼派，而哈桑在其境内传播的是什叶派的思想，那这个就等于在挑战帝国的权威了。在重重的剿匪当中，哈桑呢也只能是东躲西藏。那这个时候的哈桑就在想了，除非能够把散落在各地的伊斯玛仪派的信徒组织起来，形成一股无法轻易剿灭的势力，否则呢他的事业就永远无法获得成功。于是呢，哈桑就制定了古代伊朗版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就是在塞尔柱那个政权控制相对薄弱的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从而呢发展了大量的粉丝，增加了大量的订阅。那有了粉丝就怕退订嘛，就像我们这些 YouTuber 一样，所以就要出台高昂的退出机制，也就是一旦背叛组织或者呢违背该派的教义，就会受到非常残酷的处罚。那无论是在现实当中和往事都无法获得宽恕，没有办法进入经书中所描述的天堂彼岸。那当然我是不会的你们放心，只管订阅。言归正传在1090年的时候哈桑在波斯的阿拉木特山，就是现在的伊朗的吉兰省境内，在这个中亚的交通要道上买下了一座海拔高达3000多米的城堡，叫做阿拉木特堡。那也有人说是通过信徒内应夺下了这个城堡，反正最终被他搞到手。那城堡的周围地势险要，它是连接了里海海岸和波斯的高原，又被叫做鹰巢。那有了大本营哈桑就开始以此为据点，逐步的向周边渗透，最终就成长为一支势力强劲、激进宗教派别的力量。在中国史籍中就称其为穆勒伊国。哈桑呢把鹰巢作为大本营，他就创建了自己的团队哈萨辛，并开始招募各地的圣战者，训练他们搞伏击和暗杀。那在这个组织当中，教徒都尊称哈桑和他的继任者就为山中老人。那你听到这个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说过？对了，就是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反复提到的波斯明教的创始人霍山，也就是他的原型，其实就是哈桑。而且呢在小说中也时常以山中老人作为代称。山中老人手下的刺客他们主要暗杀的对象就是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和十字军东征的将领和王权贵族。而且阿萨辛派的处事态度那是又狠又绝，就凡是能够动手解决的绝不和你比比的。那逐渐的，除了鹰巢，阿萨辛派又征服了中亚地区的100多个城堡，就慢慢的扩张，就大肆的进行暗杀和掠夺，就搞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那周边的国家曾经多次组织讨伐，但是每回都是无果而终。对于阿萨辛派而言，没有永恒的敌人或者朋友，唯一的原则就是逆我者亡，顺我者昌。那最早被其暗杀的是塞尔柱王朝的宰相尼扎姆穆尔克，他呢认为哈萨辛派主张的都是异端邪说，目的呢是毁灭伊斯兰教，将人类引入万劫不复的境内，就派出军队征讨波斯境内的哈萨辛派的据点，所以呢就被山中老人视为头号敌人。那经过周密的安排，1092年10月，一名菲达伊就乔装成苏菲的修炼者，
接近了尼詹姆城做的教撵后将其刺杀。这一下子就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震惊。这时候，塞尔柱的苏丹马利克沙曾率军攻打阿拉木特堡，但未能攻克。山中老人还使用着刃于地、遗书于案之法进行刺杀威胁，这就使得反对该派的高官显贵们就不得不小心警惕，处处设防。甚至有人请求苏丹允许自己带着武器上朝，以防不测。那此后的一个世纪，山中老人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名单就不断的延伸。那叙利亚的哈萨辛派在1130年刺杀了霍姆斯和大马士革的长官法特梅王朝的哈利法阿米尔，1152年刺杀了十字军的尼波里王雷蒙二世，1192年2个伪装成基督教僧侣的费达伊更是刺杀了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国王康拉德。连伊斯兰世界抗击十字军侵略的英雄埃及的阿尤布王朝的苏丹萨拉丁，在叙利亚北部作战时候也2次写造哈萨辛派的刺客的暗算。结果一系列的恐怖活动就引起了东西方统治者的畏惮，他们为了自保，甚至向山中老人缴纳保护费。在他们存在的100余年当中，中东的全境终日为恐怖氛围所笼罩。那许多的贵族甚至吓得躲进戒备森严的密室终日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哈萨辛派之所以能够横行霸道，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手上掌握了强悍的刺客团体菲达伊，这个是整个组织结构当中的重要一环。菲达伊的意思就是愿意奉献生命的人，他们通常使用的都是阿拉伯匕首、阿拉伯弯刀、哈拉迪双刃刀、汉扎尔匕首、克里斯蛇形剑、山比亚短刀等等，神出鬼没的取人性命。那么他们对刺客的训练，这段历史在一般的阿拉伯通史中都有所介绍，而由它衍生的传说，在无数的东西方文学中也有所提及。例如在马可波罗游记的第40章和第41章中就有所记载。曾经就绘声绘色地描述过一些老人们对阿萨辛派培训刺客的回忆。从娃娃做起就是这些组织洗脑的重要一环。他们自幼是被组织所抚养，从小就被灌输各种效忠领袖的思想，为了教义和领袖献身，可以在死后进入天堂得到永生。成年后就在他们的饮料中加入了之类的药物，趁昏迷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到一个山谷里边，那里就是处处风景如画。各种从未享受过的珍瑶、美女和金银珠宝就散落其间。那这个时候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那自然就抵挡不住这种诱惑，那荷尔蒙的发泄尽情的玩乐，乐不思蜀。然而时隔不久他们又会被再次迷晕，抬离此地回到现实。这就是所谓的一朝黄粱梦难醒唯有此生奉真主。那经过这样剧烈的反差，少年们就轻易相信了天堂的存在，转身就成为了誓死效忠山中老人的菲达伊，成为了领袖们谋求宗教权力、进行政治报复最佳的工具。在各种威胁恫吓下毒刺杀等等行动中就不怕死，只求早日往生极乐世界。就这样靠着话送你上天堂享福的这个大门，阿萨辛派就成功的拉起了一批又一批的玩命刺客。那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嚣张横行的阿萨辛派最终还是遇到了自己的克星，就是蒙古帝国。在13世纪中期崛起的蒙古人就横扫欧亚，让人闻之色变。然而嚣张惯了的阿萨辛派就完全没有把蒙古人放在眼里，依旧的我行我素，公然就把蒙古人的商队当做了主要的打击目标。甚至在索要保护费未果之后，他们还派遣了总计40人的精英刺客团跑去刺杀蒙古的大汗。那时候的蒙古大汗叫做元宪宗博尔蒙哥，也就是蒙古国的第4任大汗。那招惹到蒙古人的哈萨辛派就很快就悲剧了。随着蒙哥的老弟序列乌率兵就发起了蒙古帝国的第3次西征，哈萨辛派就迎来了灭门之灾。在蒙古人的铁骑之下，效忠于哈萨辛派的100多个城堡，为了避免被蒙古人屠城的下场，一时间都相继投降了。那主动就献上了城里的珍宝。当序列乌的主力赶到英朝之后，哈萨辛派的抵抗就变成了螳臂挡车。那由于汉军操作的投石机摧毁了坚固的城墙，蒙古的勇士攀上了悬崖峭壁，那守卫者就大惊失色了。因为为数众多的菲达伊只是一支执行暗杀任务的敢死队，山中老人本身没有训练过正式的军队。哈萨辛派在失去了地理的庇护后更是无法抵御横扫欧亚的蒙古军队了。那么蒙古军队步步紧逼，在1256年11月，序列乌一面架炮轰击，一面就施展开了政治手段。像身在堡内的哈萨辛派的末代的教主鲁坤丁就提出了，那如果你在5天里边投降，
就可以保证成员的人身安全。最后呢，迫使鲁坤丁率众投降。蒙古人在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之后呢，就将其所有的城堡全部捣毁了，一个不留。而阴曹的阿勒木特堡被序列兀的大军扫荡过之后，山间的城堡被毁了，没有留下一块彼此相依的基石。只是呢，由于序列兀的秘书官、著名的历史学家智菲尼的请求，堡垒的珍贵的图书和天文仪器才得以保存下来。那战事结束了，哈萨辛派的统治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呢，序列兀呢却背弃诺言，又下令将所有的投降的俘虏全部杀死。即使呢是按照杀戮成性的中世纪的蒙古人的标准，这也是极不寻常的举动。在以往的战事中，蒙古军对于未曾抵抗主动投降的通常都是饶过性命。但是呢，对于恐怖活动的恐惧和憎恶，使得蒙哥大汗早已有言在先。序列兀呢只不过是遵命而行。在混乱中呢，侥幸也逃出了少部分的阿萨辛派的成员，他们呢就隐身于波斯、印度和中亚其他地区的伊斯玛仪派教徒当中，就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呢，他们的后代是混得相当不错，竟然成功地进入了伊斯玛仪派的最高领导层。到了1830年呢，波斯的国王就任命该派的第46代伊玛目为地区长官，并册封其为阿加汗一世阁下。由此呢，阿萨辛派的历史又被重新的延续了起来。在某种程度上，阿加汗也兼任着阿萨辛派的山中老人的角色。很不一般的是呢，与传统的伊斯兰世界普遍对异教文化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不同，历任的阿加汗似乎都对近现代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圈抱有开放甚至主动接受的态度。比如说阿加汗4世的爷爷，第3世阿加汗苏丹穆罕默德沙阿，就是按照欧洲贵族的模式被培养起来。在基督教氛围浓郁的伊顿公学毕业后就读于剑桥大学，娶的是欧洲天主教太太。1957年呢，阿加汗3世去世，在他的遗嘱当中就刻意强调，考虑到要和现代化的环境接轨，阿加汗之位应该传给一个在新时代成长的年轻人，那这样才能给伊斯玛仪派注入生机和活力。于是呢，按照遗嘱，他的长孙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沙阿卡里姆侯赛因成了阿加汗4世。阿加汗4世就在学术方面就是相当有追求的。那继汉位之后他并没有中断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一直读到了 PhD 毕业。阿加汗4世呢前后有过2段婚姻，2任夫人，一位呢是英国人，一位呢是瑞士人。他对待子女的婚事也是相当开明。长女呢是嫁给了一个圣公会基督徒的英国贵族，2个儿子娶的是美国的妻子。那现在人们看到的是，曾经是以一个刺杀、恐怖、暴力而闻名于世的宗教派别，他们的后人呢，竟然最终演化成为了一个倡导包容友善和世俗化生活的宗教组织。好，这就是这一期的老白的道听途说，欢迎下次再来，拜拜。